大家好，又係我 Big Boy 啊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款意大利經典麵包 Focaccia。Focaccia 咧近年喺澳洲呢一度咧就唔知點解越嚟越受歡迎啦。唔單止咧會有專門食 Focaccia 嘅店鋪啊，有啲鋪頭咧更加係專門用 Focaccia 嚟整 sandwiches 啦，甚至乎咧係 pizza 咁樣添。就連好多餐廳咧都會有自家製嘅 Focaccia 擺喺 menu 上邊嘅。所以 Focaccia 嘅文化咧可以話係越嚟越盛行啊！呢款麵包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外脆內軟啦，仲帶住陣陣嘅橄欖油香氣添啊！焗嘅時候咧就已經會聞到非常之香噶啦。今次我會同大家做一款香草味非常之濃嘅 Focaccia， 更加會逐步講解一下由搞呢個麵團啊、摺疊啊，去到發酵啊，到最後入焗爐焗嘅每一個細節啦。同埋咧少少我自己整 Focaccia 嘅心得嘅，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整 Focaccia 啦！今次嘅 Focaccia 我用3款唔同嘅香草，分別係迷迭香、番西同鼠尾草。我哋首先將香草嘅葉搣晒出嚟，呢堆香草咧我會分為2份嘅。一份係9克，一陣會一齊擺入個麵團嗰度攪拌嘅；另一份係10克，會用嚟製作香草油醬嘅。咁9克嗰份香草將佢切碎晒先，跟住我哋量出300克高筋麵粉，然後加入4克酵母同埋6克鹽，咁將佢哋稍為撈勻，然後就係水啦。不過加水之前，我哋需要合適嘅水溫啊。而呢一個亦都係第一個重點，因為溫度會直接影響麵筋發展同發酵速度。要知道水嘅溫度係幾多，我哋要用上一條簡單嘅方程式，就係水溫等於理想麵團溫度乘3，減室溫減麵粉溫度，再減摩擦係數。咁首先咧係麵團嘅目標溫度啊，即係嗰個麵團攪拌完之後嘅理想溫度，通常咧係26至28度左右嘅。今次我就攞個中間數27度，而因為影響麵團嘅溫度主要有3個因素，就係室溫、麵粉溫度同埋攪拌時候產生嘅摩擦熱力，所以我哋要將佢乘3。跟住我哋將呢個數減去室溫，而我呢度今日嘅室溫就係20度。之後我哋要再減麵粉嘅溫度，咁直接用溫度計量度一下，係19度嘅。最後再減埋攪拌器所產生嘅摩擦熱力。嗱，呢啲座台攪拌機通常大概係8至10度左右，我又攞個中間數，所以係9度。所以得出條公式就係27乘3減20減19再減9。咁所以33度就係我哋需要嘅水溫啦。咁用啱嘅水溫發酵麵團嘅時候就可以事半功倍啦。咁我哋將水溫調校到33度，然後再用呢個水量度出225克，跟住直接加埋9克初榨橄欖油入去，然後我哋將8成嘅水倒入去麵粉度，留翻最後2成一陣先再加，然後開個中低速。慢慢將麵粉同水攪拌至初步融合，大概3至4分鐘就 OK 啦。4分鐘後，我哋將切碎嘅香草擺埋入去，再加埋頭先剩低嘅水入去，然後繼續攪拌個麵團。咁啲水點解要分2次加呢？最主要目的係要令到麵團逐步適應突如其來嘅水分，再慢慢達至理想嘅高水合狀態啊！咁樣唔單止可以令到麵團嘅 gluten 發展得更好，麵筋發展得好，製成品就自然會更有彈性啦。而喺烘焙過程中，麵團亦會產生更多嘅蒸汽嘅，令到內部組織更加輕盈蓬鬆，焗完出嚟就會呈現較大嘅氣孔啦。咁當啲水同麵粉再次融合之後，我哋就可以調高攪拌器嘅速度，繼續用高速去攪拌，大概攪拌咗10分鐘左右，就可以 check 下個麵團得未啦。我哋攞少少麵團出嚟，然後將個麵團向4方拉平佢，拉到有咁薄得咁薄，最後薄到一個位係可以透光嘅，同時個麵團亦唔會破損。咁樣就即係話入面嘅麵筋已經發展得好完善，咁樣嘅麵團就已經攪拌完畢噶啦。跟住我哋攞一個大碗，淋少少橄欖油入去，再塗勻佢，然後將個麵團擺入去。跟住我哋將麵團逐邊拉長少少，再摺入去麵團嘅中間，直至4邊都摺完為止。咁點解要摺疊呢？因為 Focaccia 係屬於高水合麵團，即係多數水分偏高嘅。咁麵團比較濕同埋黏，
如果用傳統長時間搓油嘅方法，會較難操作嘅，但改為每隔一段時間就進行摺疊，可以慢慢鍛鍊到麵筋嘅網絡，令到麵團有足夠筋性，最後焗出嚟既膨脹又可以保持到柔軟啦。跟住我哋將個麵團反轉，等個接位喺底部，再修整一下，等佢變成較平滑嘅球形，然後冚一張保鮮紙，擺喺室溫發酵45分鐘。45分鐘之後，個麵團脹大咗1.5倍左右。我哋用返頭先同樣嘅方法，將個麵團再摺一次。嗱，經過頭45分鐘嘅發酵之後，由於麵團入邊已經積聚咗啲氣體喺度，喺呢個時候再摺佢一次，等於適度將麵團裡面積聚嘅二氧化碳排走，重新分佈酵母同埋養分，咁樣就可以保持發酵均勻，幫助麵團嘅風味發展，最後焗出嚟嘅 focaccia 會更香㗎。我哋再冚返埋個保鮮紙，再發酵多45分鐘啊！麵團發酵嘅期間，我哋就可以整埋個香草油醬啦。將10克嘅香草擺入攪拌器入邊，跟住再加10克松子仁，同埋50克初榨橄欖油，然後將佢打爛，直到順滑為止。跟住將呢個香草油醬留起佢，一陣再用。跟住我哋做一個簡單嘅鹽水，一陣用嚟淋喺 focaccia 嘅表面嘅。將100毫升水同4克鹽撈勻佢，將啲鹽煮溶佢，跟住將呢個鹽水攤凍，咁就 OK 啦。個麵團總共已經發酵咗1個半小時啦。而家入邊已經充滿住唔少空氣，就咁搖下佢都睇得出非常蓬鬆啊！跟住我哋攞一個烤盤，鋪張烘焙紙上去，再抹少少橄欖油，咁將個麵團擺入去，然後稍為拉平個麵團，盡量將佢鋪滿個烤盤，跟住淋上頭先做好嘅香草油醬。薄薄咁抹一層喺麵團嘅表面就 OK 啦，因為我哋仲要進行第2次發酵，呢個時候抹一層香草油醬喺表面，個麵團就可以喺發酵期間慢慢吸收香草油嘅味道啦。跟住又係用保鮮紙包好，再發酵多45分鐘。我哋首先預熱焗爐到200度。麵團經過最後發酵後，油漲大咗少少。想知個麵團發酵得夠唔夠？我哋可以做一個指壓測試，就係用手指輕輕撳一撳個麵團。如果佢只係回彈返一半嘅話，就代表麵團入邊已經有足夠嘅氣體，同時亦有足夠嘅彈性去支撐入邊嘅麵筋網絡。呢個就係發酵得剛剛好嘅狀態啦。咁樣焗出嚟嘅 focaccia 先至會既輕盈又有彈性㗎。跟住我哋喺表面淋上剩低嘅香草油醬。又係平均地抹平佢，然後我哋喺10隻手指頭沾少少水，跟住將手指插入去麵團入邊，重複呢個動作，直至成個麵團都適當地鋪滿呢啲窿窿。最後喺表面擺多少少 rosemary 做裝飾，咁就可以拎去焗㗎啦。我哋用200度焗佢20至25分鐘。好啦，焗咗10分鐘之後 focaccia 嘅表面已經上咗少少色啦。呢個時候我拎翻之前預備好嘅鹽水，我哋將鹽水均勻地灑喺 focaccia 嘅表面。好多人都會喺入焗爐前呢就咁灑啲海鹽喺表面就算嘅，不過咁樣食落口個鹹味分佈會非常之唔平均，食下就會突然食到一啖超鹹嘅。而用鹽水就可以令到鹽味分佈得更平均啦，同埋鹽水有助麵團表面維持濕度。避免焗嘅時候太快乾裂啦，令到 focaccia 表面可以做到脆口嘅效果，而唔係變得又乾又硬啊！灑好鹽水之後，我哋將個 focaccia 擺翻入焗爐，焗多佢15分鐘，咁就可以真正出爐啦。表面嘅香脆聲音測試通過啊！跟住直接切開佢，俾大家睇下佢嘅內部結構啊！
裡面充滿住大大細細嘅氣孔，睇落非常之靚。再撳下佢，鬆軟得嚟又充滿彈性，成個海綿寶寶咁啊！焗嘅時候咧，已經聞到非常之香嘅香草味道啊！咁啊，我唔客氣啦，即刻試翻件先。外邊咧係微微嘅香脆啦，而裡面咧係非常之鬆軟啦，但係軟身得嚟咧，佢非常之彈牙，即係你撳佢咧，好似一個海綿咁樣咧，自動就會彈翻轉頭。你唔食得呢個包噶啦，食雞啦，好冇？坊間好多嘅 recipe 咧，其實佢哋都只係將啲香草咧就咁滲喺個面度啦。咁其實食出嚟咧，嗰個香草嘅味道咧唔會好突出嘅。但係咧我自己咧就中意咧將啲香草咧切細粒少少，跟住咧就 blend in 埋入去嗰個麵團嗰度。咁樣做出嚟咧，成個嗰個 focaccia 嘅香草味道咧真係非常之突出。但係咧又唔會話好 overwhelming 嘅喎。咁其實除咗香草呢個 version 嘅 focaccia 之外咧，我自己仲會做一啲唔同嘅口味嘅 focaccia 㗎，例如日式風味嘅醬油 focaccia 啦，又係非常之美味。咁第時有機會嘅話咧，可以同大家咧有做呢啲唔同嘅味道啊。好啦，今日就分享咗少少我自己整 focaccia 嘅心得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都會中意啦。撳走條片之前，記得 subscribe 埋 Big Boy Recipe 呢個 channel 啊，仲有打開埋側邊個鐘仔，一有新片咧即刻通知你㗎啦。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咧，歡迎俾個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出去啊，等多啲人可以一齊煮好西啊！另外就係如果你想參考更加多嘅食譜，歡迎瀏覽 BigBoyRecipe.com， 上邊有超過300個食譜可以俾你慢慢參考嘅。咁今日嘅影片咧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